Hello， 大家好，這裡是清晨，我是晨晨。今天要來分享這條連帽款的蘇菲圍巾。去年因為 Le Sserafim 的小櫻花的關係，這款圍巾突然變得超熱門的。小櫻花的版本是棒針的款式，那我今天會分享的是鈎針的版本。針法非常簡單，主體主要是用長針的變化去完成。成品可以是一般的圍巾，也可以當成帽子佩戴，整體戴起來超級溫暖。線材選用大概300克的羊毛混紡線，搭配5.0毫米的鈎針。材料都準備好之後，那我們就開鈎吧。首先可以看一下等等我們要鈎織的織片形狀，分成 A、B、C 3區。B 跟 C 的位置是我們帽子的地方 ，A 的話就是圍巾的長度。這邊提供版型的尺寸給大家參考。使用5.0毫米的鈎針搭配線材，我們先活結起針，起針完成之後，開頭鈎織3個鎖針當做起立針，返回第一個鎖針的針目，我們要翻到背面，找到裡衫的位置。裡衫就是你針目翻到背面會有一根線凸起來，那個就是裡衫。鈎織引拔針，這樣子就會形成一個圈圈。接着鈎織2個鎖針當做起立針，再來是鈎織長針，鈎針繞線，穿入剛剛的圈圈裡面，繞線帶出之後，這時候鈎針上有3個線圈。繞線穿過前面2個，再次繞線穿過剩餘的2個線圈，這樣就是一個長針的鈎法。在第一個長針的針目放上記號扣，接着再鈎織一個長針，這樣第一排就完成了。接着鈎織第2排，鈎織2個鎖針當做起立針。將織片翻轉過來，然後在第一個針目鈎織長針，接着是記號扣的針目，再鈎一個長針，這樣子就完成第2排。第3排鈎2個鎖針當做起立針，翻轉織片，在第一個針目裡面鈎織長針加針。長針加針呢，就是在同一個針目裡面鈎織2個長針。這裡我們已經鈎完第一個長針，將記號扣放上來。然後在同一個針目裡面再鈎一個長針，這樣就是長針加針。在下一個針目鈎織一個長針，第3排完成。接着鈎織第4排。鈎織2個鎖針當做起立針，翻轉織片。第4排到第6排鈎法都一樣，在每個針目裡面各鈎一個長針，每排總共需要鈎織3個長針。記得每排的開頭都要鈎織2個鎖針當做起立針，然後翻轉織片，繼續鈎織。這邊我已經鈎完第6排，我們檢查一下，記號扣的位置是第3排，它上面總共還會有3排。確認沒有鈎錯之後，開始鈎織第7排。第一針一樣是鈎織長針加針，將記號扣移上來，
在同一個針目再勾一個長針，後面2個針目分別各勾一個長針。接着鈎織第8排，第8排到第10排，在每個針目裡面不加不減的勾一個長針，每排總共需要鈎織4個長針。這邊就請大家自行完成到第10排，記得每一排的開頭都要先勾2個鎖針，然後翻轉織片，繼續勾下一排。接下來的勾法都是按照相同的規律，記號扣的位置是第11排，需要先勾長針加針，再勾長針，然後第12到第14排就是不加不減的各勾一個長針，請大家按照文字說明自行勾到第30排。可以在需要勾長針加針那一排的第一個長針放上記號扣，這樣比較不容易忘記。30排勾織完之後，接着鈎織第31排，第一針鈎織長針加針，建議大家31排放上記號扣，這樣子後面要數排數也比較輕鬆。接下來鈎織8個長針。請大家自行完成。接着32排，鈎織2個鎖針當起立針，翻到背面。這一排呢，我們在每個針目裡面不加不減的各勾一個長針，總共需要鈎織10個長針。再請大家自行完成。第33排。在第一個針目鈎織長針加針，新手如果還沒那麼會看針目，可以再拿一個記號扣放在第一個長針的位置。第31排的記號扣我們就不去動它，留着我們後面可以快速數排數。接着就是勾9個長針。從31排的規律，就是有勾加針，然後再勾長針，下一排就是不加不減的勾長針，再下一排要加針，再不加不減的勾長針，以此類推。再請大家按照文字說明自行勾到第73排。我們等等見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版型設計，可以怎麼自行去做調整。剛剛我們是勾 A 的地方。因為我希望 A 區可以長度再長一點，所以呢，我這邊就會一開始會勾比較窄，也就是我們勾加針，然後3排不加不減的長針，然後加針3排不加不減嘛。那如果你希望你的圍巾是短一點，然後寬一點的話，你可以一開始就直接加針，然後1排不加針，再來加針1排不加，以此類推。你的圍巾尾巴就會比較寬，也會比較快勾到這條線的長度，但相對的它就是會比較短。可以根據自己的線材或是自己的喜好自己去做調整。73排勾完之後，我勾完的長度大概是23公分左右。我們在第73排做個記號扣。接着來看一下，剛剛已經勾完 A 區的部分。接下來要鈎織 B 區，開頭一樣勾2個鎖針當起立針，翻到背面。B 區的部分非常簡單，在每個針目裡面都各勾一個長針，每一排呢總共需要鈎織31個長針。再請大家自行勾到第86排。如果你跟我用同樣線材，勾到後面應該差不多要換線了。首先将鈎針提起，
可以看一下長針側邊這裡會有2條線，我們將鈎針挑起這2條線，拿出另一團的線頭，將線貼緊織片，繞線帶過這2條線，這時候前面一團的線頭就可以拉掉，然後就可以繼續鈎織長針。剩餘的2個線頭放在鈎針上方一起長線鈎織，這樣後面就不用再用縫合針了。繼續鈎我們的長針，多餘的線頭直接剪掉。這邊我已經鈎完 B 區的部分，我們來檢查一下，記號扣的位置是第73排，往上面數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這邊排數的長度可以自己去做調整，想變長或變短都可以。接下來呢，要來鈎 C 區的部分。C 區側邊這邊要鈎長針剪針。接下來要鈎織87排，開頭鈎2個鎖針當做起立針。首先要鈎織長針剪針，鈎針繞線，穿入第1個針目裡面，繞線帶出。這時候鈎針上有3個線圈，繞線穿過前面2個，接着再次繞線，穿入第2個針目裡面，繞線帶出。這時候鈎針上會有4個線圈，繞線穿過前面2個線圈，最後再次繞線穿過剩餘的3個線圈。這樣就是一個長針剪針的鈎法。在這個第1個長針剪針放上記號扣，接下來後面都是鈎長針，總共需要鈎織29個長針。87排鈎完之後，接着鈎織88排，我們翻轉織片。88排一開始，先鈎28個長針，28個長針鈎完之後，最後會剩2個針目，這2個針目我們要鈎織長針剪針，鈎針繞線，穿入第1個針目裡面，繞線帶出，接着穿過前面2個線圈。再次繞線，穿入記號扣的最後1個針目裡面，繞線帶出，勾過前面2個線圈，再次繞線穿過剩餘的3個線圈，完成一個長針剪針。接着鈎織下一排，下一排，首先先鈎一個長針剪針。在第1個長針剪針放上新的記號扣，接下來要鈎織第2個長針剪針，在第3個跟第4個針目裡面鈎織。完成2個長針剪針之後，接下來後面就是不加不減的鈎長針，總共需要鈎織25個長針。接下來第90排，首先先鈎23個長針。24個長針鈎完之後，最後會剩餘4個針目，2個針目為一組，鈎織2個長針剪針。這樣是第1個長針剪針，鈎織第2個。最後一針是穿入記號扣的位置。
這樣子就完成2個長針減針。接下來就是按照相同的方法，有91排跟89排的鈎法一樣，首先勾2個長針減針，接着鈎織21個長針。92到93排跟前面87、88排一樣，只需要鈎織1組長針減針，請大家按照文字說明自行完成。這邊我已經鈎完最後1排，最後結尾只要鈎1個鎖針固定，然後留1點長度將線剪斷就可以了。然後我們第1個織片就完成，總共需要鈎織2個一模一樣的織片。第2個織片結尾鈎完，記得先不要將線剪斷，等要將2個織片縫合在一起。我們要從這邊，然後到這邊，這一整段用短針去縫合。首先鈎頭頂部分，先將鈎針穿回線圈裡面。我們先鈎1個鎖針當做起立針，然後翻轉過來，將鈎針穿入第1個針目的位置，拿起另1個織片，找到相對應的位置，也是穿入第1針的針目。第1片的結尾線頭可以放在鈎針上方一起長線鈎織，鈎短針。接下來呢，就是在每一個2個織片相對應的針目裡面，都鈎1個短針去縫合。再請大家自行完成頭頂上的這一排。最後1個短針鈎完，應該總共會鈎21個短針。剛剛藏好線的線頭，我們先剪掉。接下來要縫合 C 區跟 B 區的側邊，也就是這個斜角，然後到這裡。縫合的方式要在每一排長針的側邊，以及起的2鎖針的側邊，因為洞比較大嘛，所以需要在每個洞裡面都鈎織2個短針。那因為怕這個線材大家看不清楚，我用別的線材做示範，可以看一下。一開始我們會先要找2個鎖針，這個穿入2個鎖針的側邊，然後另一個織片也是鈎2個短針。接着在長針的側邊，然後另一個織片也是找到相對應的位置，一樣是鈎2個短針。後面就是每一排都鈎2個短針，從我們剛剛說的 C 區到 B 區的側邊這裡，換回原本線材，快速示範一下。如果你跟我用同一款線材，可以用手去撥開，這樣比較好看針目的位置。鈎到第73排的側邊，就可以鈎1個鎖針固定，留1點長度，然後將線剪斷。使用縫合針將剩餘的線頭藏進織片裡面。拆掉所有記號扣，接着將織片整個翻轉過來，這樣子就看不出短針縫合的痕跡。接下來我們要鈎織邊框的部分。鈎織邊框前，請大家先確認自己是在織片的正面開始鈎織。首先，我們將鈎針穿入一開始的3個鎖針形成的洞裡面。重新起線，
將線貼緊織片之後，繞線帶出，先鈎一個鎖針當做起立針，穿入同一個洞裡面，線頭放在鈎針的上方，這樣等一下就不用再用縫合針藏線。先鈎一個短針，第一個短針放上記號扣，再鈎一個鎖針。接下來呢，我們要稍微找一下，在第一排跟第二排兩個側邊第一針中間這裡會有一個洞，我們要在這個洞裡面再鈎短針，接着一個鎖針。怕大家看不清楚，我這邊再用另外一個線材示範，可以看一下，這是第一排跟第二排。第一排跟第二排之間，中間這裡會有一個洞，我們就是穿入這個洞，也就是兩排之間第一針跟最後一針的針目，每排之間的這個位置鈎短針。回到原本的線材，看不清楚針目的話，可以用手去做輔助，找到就是中間這個洞裡面的位置，鈎短針。接着一個鎖針，將整個織片都鈎上邊框。這邊我已經鈎到另一邊的角落，角落部分我們要在3個鎖針形成的圈圈裡面鈎3個短針。第3個短針鈎完之後，接着鈎一個鎖針，然後就一樣的方法，找到洞裡面，鈎短針、鎖針，然後就短針、鎖針一直鈎下去。回到開頭的位置，最後這裡這個圈圈裡面鈎剩餘的2個短針，因為我們一開始已經鈎一個了嘛。接下來在記號扣的位置，也就是第一個短針的針目鈎引拔針，鈎一個鎖針固定，留1點長度就能直接將線剪斷。使用縫合針將最後的線頭藏進織片裡面。那我們連帽款的蘇菲圍巾就完成啦。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純圍巾版的蘇菲圍巾。謝謝你陪我一起完成這個作品。喜歡我的影片，歡迎幫我按個喜歡或超級感謝支持我。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。